皇上，皇贵妃娘娘，慎刑司用刑下去，真叔一开始什么都不肯招供，倒是奴才询问了一些与他亲近的宫人，见过他藏了几张皇贵妃的临帖，私下练字，才有迹可循，理出了这份供状。慎刑司迫使真叔用左手书写申冤，其中几个字与陷害皇贵妃的字迹十分相似，确实出自一人之手。那他还不招？慎刑司再用刑，真叔实在受不住，终于认了自己模仿皇贵妃字迹之事，但其他的事他什么也不肯认，就连模仿皇贵妃字迹陷害之事，他也只说是自己看不惯皇贵妃跋扈，与嘉贵妃无关。跋扈？皇贵妃哪里跋扈了？这真叔一个人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吗？如意啊，你瞧瞧，这是真叔左手写的，字迹倒是有几分像。确实相似。真叔是嘉贵妃的陪嫁，也是嘉贵妃在这宫里唯一的族人和亲信。若是这件事不是嘉贵妃主使的，臣妾也不相信啊。是，奴才问过了，真叔是医女出身，略懂医道，会写字，所以才成为嘉贵妃的陪嫁。嘉贵妃是个有心之人，留着这样的人在身边帮衬，确实大有益处啊。李煜，传旨刘公，嘉贵妃肆意妄为，不敬皇贵妃，小为品位，禁足于启祥宫思过。至于这真书嘛，他是御史来的，朕不便赐死，叫人送他回御史去。奴才这就去传旨。但嘉嫔娘娘禁足，她膝下的2位阿哥，送去协芳殿便是。金玉园主仆心思很多，一个只是为降为嫔位，一个送回母国，真是可惜了索性的那条腿。如意啊，朕知道索性受委屈了，只是朕此番是不要让你受任何的非议。此事不光是你的清白，唯有这样，你才可以成为朕的皇后。皇后？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，朕不许任何的流言蜚语来撼动朕的皇后。皇上的心思，臣妾感念。只是臣妾以为皇上是天下之尊，若皇上深信不疑，流言撼动不了臣妾。皇上的所为，说是让旁人相信，其实是让自己相信。皇上宁愿用索性的一条腿来换取您的安心，来换取旁人对您所选的皇后的认同。如意啊，朕何尝不要人认同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朕让你做朕的嫡福晋，上至皇阿玛、皇额娘，下至孝贤皇后，人人都不认可。朕不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第2回了。可那时候您是皇子，自然得遵父母之命。如今您是皇上，天下之尊。如意，朕不是昏君啊，朕不能为一个心爱的女人就什么都不顾了。这流言就像淤泥一般，越沾越多，便难以再洗清。朕是爱惜羽毛，也是为你好啊。这是朕的好意，你别再怨朕了，也不能再怨朕了啊！即便朕有错，但朕是天子，这错也不是朕的本意啊。皇上，臣妾想为索性许一个好人家。太医院的江宇彬曾向臣妾求娶过索性，还请皇上成全。这索性啊，忠心可嘉，朕大可许他一个御前侍卫。这太医嘛，只怕这太医啊，对他的前程没什么帮助啊。江宇彬和索性是两情相悦。那好吧，朕就许了他们俩。臣妾替江宇彬和索性谢过皇上。如意啊，经过此事之后，没有人再会质疑你，朕会陪着你一直走到皇后的宝座之上。
皇上，臣妾的一切自由皇上安排，只是臣妾并无忌后位之心。如意啊，在朕的心中，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皇后的人选。好吧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治好索性的伤，安排好索性和江雨冰的婚事。至于立后之事，等到孝贤皇后丧期满之后，朕会再议。皇上思虑周全，臣妾感念皇上好爱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放手！给本宫站住！大嫔娘娘，奴才奉旨带走2位阿哥。本宫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皇上要让本宫母子分离？让您母子分离的不是皇上，是您自个儿。您好好保重身子，等龙胎一落地，也要立刻被送去协芳殿。再说了，就算你护得了阿哥们，您护得了真叔吗？真叔即刻就会被送回御史。您呢，好好的闭宫思过吧。主，嘉嫔娘娘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主，太医说您不能大病了，龙胎要紧啊！主，要快！不会的，主，不会的，主，快点药！本宫还怀着皇上的龙胎，主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您喝点啊！真叔在哪儿？主，真叔，主，您不能去，主，让开！主，真叔，主，你们若敢拦我，今天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！真叔，其实啊，真叔不必急着回去的。这叶氏新王爷刚晋升王位没多久，就逼得王妃自裁了，已被皇上押解至京问责。如今已经入了京城，很快就会进宫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母族的消息，你居然自己不知道啊？主，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雨，皇上，奴才在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的话，是嘉嫔娘娘在磕头。皇上，王爷行为有失，但请您饶了他吧，皇上，您饶了王爷吧，皇上。谁告诉他这些的？御史王爷已经进京，这事儿瞒不住了。怀着身孕，还如此这般发疯。如意，你以皇贵妃的身份告诉他，从此刻开始，她已不是嘉嫔，而是嘉贵人。要是再吵闹一次，便再降一等，直到废为庶人为止。是。皇上，传皇上口谕，从此刻起，启祥宫京氏不再是嘉嫔，降为嘉贵人。若再吵扰，再降一等，直到降为庶人。奴才送嘉贵人回启祥宫，皇上也说过，无事您不必再出来了。皇贵妃，是你蓄意害我，是你蓄意害我们王爷。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要害你们王爷，是你们王爷自己苛待法器，也是你陷害本宫和大师，毁了皇上的圣誉和天下的颜面。你又是什么好人吗？难道你就没有诬陷我？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，即便是真叔分不清，可我分得清。那七宝手串上用着的，分明就是玛瑙，而不是红玉髓。那红玉髓的七宝手串又是哪里来的？啊？嘉贵人这么笃定，本宫可是记得那日你跟皇上说，你得了这些物件一眼都不敢看，便封起来交给了皇上。既然一眼都不敢看，怎么会知道是红玉髓和玛瑙？若是看了，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还是这串手串根本就是你做的，不看也知道。我怀着皇上的龙胎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。皇上。
上不会这么对我的母亲的，一定是你挑唆的，一定是你挑唆的。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你怀着皇上的龙胎，还苦苦的这般求情，嘉贵人是把你的王爷看得比皇上和皇上的龙胎还重了。你主，嘉贵人要生了，送回锦香宫。主你怎么了？皇上，皇贵妃，请留步。大师安好。皇贵妃安好。请皇上，主，中秋已过，是非已平，我特来向皇上辞行。宫中的是非惊扰了大师修行。尘埃浮生，终归洁净之道。人出淤泥，亦能不染自身。皇贵妃积福，此番一切安好。只是以后的路还很远，荆棘与险阻还很多。只有心无执着，清净自在，所有的尘埃都侵扰不了你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大师，皇上在里头等您呢，请。那大师一路保重，本宫就告辞了。林大人，送皇贵妃娘娘回宫。是。血，主将武了，快回宫穿太医呀！快！主，你再支撑一下，主，三宝，奴才在。本宫想自己走一走。这林大人，多谢你的护送。养心殿离翊空宫不远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皇贵妃心绪不佳，您一个人走，微臣不放心，还是让微臣送您吧。也好。微臣看您神色不好，就像微臣当年一样。当年，就像当年，微臣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夜晚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。可皇上给我指了一条前路。这条前路是您想要去的地方吗？这或许是世间女子最尊贵的去处，这不是我最在意的。那您在意什么？我最在意的是和皇上彼此信任、真心真意的脱口。只是啊，我最在意的或许得不到了。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，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，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，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，连退路也难以看清了。林云彻，多谢你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立业了。我可以帮你安排求娶淑女。微臣一个人也是自在，能够陪在皇上和皇贵妃身边，也是微臣的福分。开心自在便好。翊坤宫快到了，你也回去歇息吧。微臣令云彻恭送皇贵妃。
太后，启祥公回话说，昨儿后半夜嘉贵人生下了九阿哥，可九阿哥落地时就没了气息，难怪嘉贵人生了许久都生不下来。他这是自作孽呀！怀着孕的时候还诬陷皇贵妃和大师，这孩子能好吗？皇帝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只是没去看嘉贵人，只叫好生安葬了九阿哥。这回这事儿也算是尘埃落定了。九阿哥生下来就没有了气息，朕也不忍再重责御史王爷，罚了他3年恩赏。朕也当面训斥过他，现在发落回御史，让他好好思过。皇上恩威并施，御史王爷定会好好思过的。朕呐，虽然是验责嘉贵人陷害你之事，可是呢，看着他为了爱子这么的难受，朕也不免觉得可怜。爱子情深，人之常情嘛。主，您喝口汤吧。九阿哥生下来时就没了气息，太医看了，说是您自个儿大悲大痛伤了龙胎，又见难产。别说了，孩子没了，珍珠也走了，难道是老天在惩罚我们？九阿哥没了，您更加要养好身子。奴婢听说，御史王爷受了皇上面责，要被送回去了。王爷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要出宫了！我要见王爷，我要见王爷！不，珠儿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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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！珠儿。20多年了，已经20多年了。珠儿，您刚生产完，您真是不要命了。不行，我要命！只要我活着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最后再见王爷的一天，去给九阿哥上柱下，是我对不住我可怜的孩子。虽然我们母子其实没有缘分，但愿他能保佑王爷。我们回去吧，珠儿。